金小姐，在下虽家境贫寒，但断不会为了区区银两，娶一个满身铜臭的商贾之女。既要吸我的血，又要立牌坊，这种故作清高之人，真是让人倒胃口。去，帮我寻一位愿意入赘之人前来。老奴这就去办。大小姐稍等。一介商贾之女，也敢妄议我读书人品性！金家这般势利门户，我宣不献高攀。金大小姐，您昨日吩咐要找个能入赘的，老奴今儿一早就给您带来了一位。这位可是巡安的同窗，名叫陈隐玉，父母双亡，穷得叮当响。对，但实在是长得标致。晚辈孑然一身，只求一处安稳容身之所。听闻金家招赘，自愿前来。求安稳，本小姐最烦虚伪之徒。在下贪财，入赘于此，既能得安稳度日，也可解生计之忧。哎呦喂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在胡咧咧什么呀？过来。确实漂亮，这长相简直像个专噬人魂的妖精。开个价吧。陪闲聊20两，伴左右50两，彻夜相伴100两。认真的？金小姐，在下敢报这个价，自是因在下值这个价。这副品相，若挂在春风岭，都有人抢破头。800两，作为聘礼，引你入我金家，往后你便是金家之人。这800两是聘礼，日常相处的小酬劳另行商议。我金玉从不亏待自己人，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：安安静静当好你的工具人，别给我惹麻烦。金小姐爽快，那便先付个定。拿钱。赏你的，出去吧。哎呦，多谢金大小姐，祝二位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400两定金，事成之后另有400两。金小姐就不怕我拿了钱就此消失？怎么会呢？我信公子人品，区区400两算什么？这点钱，他真跑了，我都不稀罕去追，只当是扔水里听个响罢了。唉，这孩子还真是没见过真正的金山灵山啊！陈公子，大小姐吩咐了，您就先住进府中，这厢房已经收拾妥当了。劳烦小哥了。总算安顿下来了，这么多银两，这下日子不愁了。好好做事，往后不愁赏钱。商行的这帮老家伙，账目做的真是越来越敷衍了。进。这哪里是寻常半身之人，模样气度着实惹眼。大半夜的，陈公子这是有何事？聘礼已然收下，我想着过来与东家多相处片刻，彼此也好熟悉一番。既已应允之事，自然也该当面相处磨合。哦，那若是我觉得相处不合心意呢？既已定下约定，自然不会轻易更改，所以我定会让小姐满意的。累了一整天，我实在没兴致做那档子事。不过美人主动前来，赏心悦目，倒也不必赶出去。搬个凳子，坐那儿。是。灯下观美人，果然别有风味，养眼又解乏，这800两花的值。东家，请用茶。品相绝佳，指节分明，修长有力。今日陪我解闷，这点赏你，回去歇着吧。多谢东家赏赐。夜深了，东家也请早些安置。看来明日起，我这身上得常备些现银了，总不能回回打赏都临时翻箱倒柜找荷包。我那飞走的乘龙快婿呀，多好的清流才子啊，怎么就嫌弃咱们家呢？爹，别好了，这是我新招的赘婿。晚辈陈隐玉，见过金老爷。哼，他少时考了7次科举都落榜，如今虽挣下这金山银山，心里那根刺却还在。爹，人我带到了，见过了就算过了明路。你们聊，商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金家那位金小姐前些日子直接回绝荀公子，转头直接招了个赘婿，竟有此事。放着徐安那样的才子不要，金小姐这眼光也太差了。我特意打听了，那赘婿无官无才，一无所有，说白了就是上门吃软饭的，怎么配合荀公子相提并论？好好的商贾小姐，非要找个一无是处的闲人入赘，我看金家迟早要被此人拖累。说到底就是上不得台面。婚事交给你们办，务必妥帖。陈公子，老爷交代了，谁也不见。拘我一次，不足为虑。金老爷心性如何，我早已一清二楚。这门亲事我势在必得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会拿下金老爷，坐稳金家赘婿之位。隐玉啊，你这番见解简直是说到了老夫的心坎里去了。这老头子前几日还对他闭门不见，
态度冷淡至极。这才短短几日，居然改口叫得这般亲热，直接换他隐喻了。你看这笔锋，你看这意境，这才是真正读书人该有的孤傲风骨啊！老爷品鉴此画的见解实在独到通透，晚辈大开眼界。就算是书院那些享誉一方的大儒，也远远不及老爷半分。晚辈今日有幸能得到老爷亲自点拨，属实三生有幸，受益匪浅。好家伙，这人提供情绪价值、拿捏人心的本事，简直直接点满极了。东家，果然人靠衣装，换上我送的云锦吊子，整个人越发清雅挺拔，气质出众。如此看来，这笔银子花的一点都不亏。你们继续聊。这仪态，这谈吐，带出去实在是给我长脸。恭喜金小姐，恭喜陈兄。诸位赏光，薄酒一杯，聊表谢意。荀兄，不饮一杯吗？陈兄真是好手段，堂堂7尺男儿，这软饭吃的倒也心安理得。他是来砸场子的，不算，狗叫而已。我从前还当荀兄是位光风月月的人，如今一看，不过是个嫉妒别人幸福的可怜虫罢了。你这不要脸的无耻之徒！诸位，一点小插曲，大家继续。我还有些生意便上的应酬，你先回房。好，喜服别脱。是。不知那个花800两买来的便宜鲁君，此刻在做些什么？这男人倒是个极其听话的。喝敬酒。往后相处，你喜欢何种模样？慢慢来，自在舒心便好。若是想热闹些，也无妨。我更喜欢体贴暖心的。这一袋给王媒婆送去，告诉她这婚事办得极合我心意，这是额外赏她的。得嘞，王媒婆要是见了，怕是要给大小姐您磕3个响头。这是1500两，预付给你的。1500两，娘子这是打在在下身上，预购。只要公子这本事不退步，这银子往后只会多，不会少。娘子放心，承蒙好好干。好好干，定不让娘子失望。这新姑爷真是不一般，伺候起大小姐来，竟比咱们还要周到100倍。东家，那个荀公子在外求见，说是有要事。荀公子，不见，轰走。让开！东家，荀公子他非要冲进来，小的拦不住。退一下吧。金玉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当真要在这铜臭堆里自甘堕落下去吗？徐安有病，喜欢装圣人。从前住着我爹送的3进斋子，穿着我金家之方上千两一匹的云缎，就硬端着清高，说自己不喜名利，不贪富贵。如今又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荀公子今日这戏唱的倒是比春风阁的头牌还要起劲。金玉，你何必自欺欺人？你明知那陈隐玉是什么人，他出身微寒，却贪财好利，为了几两碎银便能折了几两入赘，毫无半点读书人的风骨，岂不是自甘？自甘什么？你便是怨我当初拒婚坏了你名声，你也不该拿自己的终身大事来赌气，如此作践自己。荀公子，你这圣人当得久，是不是真以为这世上的规矩都得围着你转？若不是为了气我，怎会选那个陈隐玉？这人啊，最忌讳的就是认不清自己的分量。你哪来的自信，觉得我金玉招婿是为了在你这儿讨一个所谓的存在感？你太看得起自己。金玉，你现在选了陈隐玉，不就是为了羞辱我吗？我选陈隐玉原因很简单，他贪财贪得明明白白，他求利求得坦坦荡荡，他收了我的银子便会安分守己的当好。而你呢？你这种既要吃着我金家的肉，又要占着读书人的名，末了还要我这施恩之人对你感恩戴德的伪君子，相比之下，陈隐玉比你好太。好一个金玉！你竟然执迷不悟，那边等着瞧！管事的进来。刚才没拦住荀安闯进来的那几个人，通通结算工钱，让他们卷铺盖走人。金家不需要吃白饭的废物。是，小的明白，这就去。还有，荀家现在住着的那套宅子，带上几个利落的人，明天就把宅子收回来。东家，这要是老爷问起来，妥决不妥，去找我爹说。别忘了，这商行现在是我当家。是，东家，小人这就去办。小姐，这账本还没对完，您这是……不看了，被那个姓荀的这么一搅，平白坏了那点好心情。那小姐的意思是，回府。陈公子今日倒是有雅兴，
这琴弹的有模有样的。娘子回来了。上次你说要报个吹拉弹唱的班，用的是你攒的那些钱？自然得想方设法练点才艺。往后府里会请最好的琴师。那今儿个娘子想听什么？随便弹弹吧。娘子心情不好，刚才那曲子你可是没能帮娘子排忧解难。与曲无关，是外头的狗叫声太吵，坏了清静。那今日特价，摸个手15两，如何？陈公子啊，你这见缝插针赚银子的本事，倒是比我这个做生意的还要精3分。那如果要亲一口呢？那可就不是特价了。陈公子，你这生意经当真是越发精了，连我也占不到半分便宜。但谁让娘子今天不高兴呢？娘子，方才那个是看在您心情不好的份上，不收钱。是吗？我不喜欢欠人情，我加钱。这新姑爷本事真不小。可不是，你看陈公子那一脸顺从的样子。那盒最贵的胭脂，改天让他试试，应当很衬他。天理啊，这家仗势欺人啊！可怜我们孤儿寡母，如今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要没了。陈夫人中气挺足，看来最近那3斤的大宅子养得您身体力行。你这没良心的丫头！我儿是读书人，是要考状元的。你收回的宅子就是要逼死我们，断了他的仕途。你这上古之女果然心肠歹毒，你想逼死我们啊！怎么？说完了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这宅子地契上写的是我金家的名，当初借给你们住是匹夫，如今我想收回来，那是本分。我自家的宅子，我收回来有问题？没天理啊！当初你爹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这满身铜臭的！这又是闹哪样？院子里就听见这鬼哭狼嚎的。李大哥，你快点给婆婆我做主啊！原本结亲不成，大家还是街坊邻里的，也不必做绝到这一步。这又是老好人脾气乱，总想着息事宁人。管家的，愣着干什么？送客！巡夫人，走吧，什么？走吧，您累。金玉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你非要如此决绝，这下子是把荀家连带着把那点子读书人的交情全都得罪干净了。我看他不爽，收回宅子图个清静。你那是图清静吗？你那是当众打他们的脸。读书人最重面子，你这让他往后在城里怎么抬得起头？既然想要面子，当初就不该伸手要我金家的。吃了肉还嫌碗脏，这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？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是独女，当然不是因为他多爱我那早逝的娘，而是他不能生。月儿，你这性子太刚了。当初爹教你打算盘做生意，是想让你守住家业，可没想让你把人都得罪光。爹，您现在怪我性子刚。当初求神拜佛，汤药灌了10几年才得我这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您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提那些陈年旧事做什么？我成年的情，若不是您把我当儿子养，我也守不住这金山银山。可您心里终究还是偏心男人的。胡说，爹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您对我好，是因为您没儿子。您资助荀安，甚至想招他入赘，不就是因为在他身上看见了您年轻时求而不得的样子？荀安那是读书人，是有风骨的，他那是才子应有的清高，你懂什么？我懂他明里暗里瞧不起咱们商贾，您却觉得无妨。我懂他一家子吸着金家的血还要摆谱，您却觉得那是面子。男人嘛，总是要面子的。他们是读书人，跟咱们不一样。所以，就因为他是男人，是读书人，他糟蹋我的名声，嫌弃我的家底，我就该受着，还得感恩戴德的贴上去。爹，您想要个撑神面的儿子，但我想要的是一个听话的赘婿。你当真是一点余地都不留？即便不结亲，你这般当众撕破脸，让外人怎么看我？外人怎么看？老爷这是又忘了2个月前的教训了。当初他背着小姐偷偷去荀家提亲，那是带了足足3车的聘礼，可不是。结果那荀公子连门都没让进，当着街坊邻居面说咱们金家满身铜臭，还把礼单直接扔到了大街上。老爷那回脸都丢尽了。几个月前惹出来的风言风语，害得咱们商行半个月没接到大单子，您都忘了？那是他读书人的傲气。若非你平素太强硬，他何至于如此？你现在就是诚心想断了我这最后一点念想。念想？您是想让他继承您的遗志，考个功名回来圆您的梦吧？可惜在您眼里他是好儿子，在他眼里您不过是个会动的钱袋子。你这孽障！我是为了谁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为了家？您是为了您那点身为男人可笑的虚荣。您既然这么稀罕他，也别指望我。
你有本事现在就去询家，让你那好儿子给你养老送终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这逆女！小姐，这都连着3天了，老爷那边当真是半点动静都没有。往常为了寻公子的事儿，他老人家早该来商行闹上3回了。他那是被我噎狠了，知道再闹下去，连他那点买古玩字画的月俸都要缩减，自然就安分了。娘子，这账目是看死不完的，先饮口茶润润嗓子。陈公子，今日这茶和捏肩又该结多少银钱？娘子既已预付了大笔小事，全当是在下的寿。你倒是越来越有当赘婿的觉悟了。小姐，姑爷已经在窗下坐了1个时辰了。姑爷这副模样，倒真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，比起那荀公子，不知要体面多少。谪仙，娘子醒了，可是方才那风吹得凉了。陈以玉，你就没什么想要的？娘子这不是每天都在给吗？我是说，除了钱，你就没别的想要的？名声、地位，还是别的什么？除了钱，那在下便是盼着娘子能一直如今日这般，守着这万贯青彩。东家，城西那边传回信儿了，荀家母子已经从那宅子里搬出去了。搬哪儿去了？在城西的槐树胡同租了个1进的小院，地方逼仄得很，日子过得颇为拮据。知道了，也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粒粒皆辛苦。还有一事，小的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老爷往城西那小院送了2封银子。老爷还真是长情。老爷兴许是觉得那荀公子毕竟读过圣贤书，怕他饿死在京城，坏了金家的名声。名声？我看他是还没被那软钉子扎够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爹，从下个月起，您房里的开支和月俸减掉6成。你说什么？减掉6成？你这是存心的？近来生意不好，几条关键的水道都被扣了货，周转有些吃力，家里上上下下都要开销。您作为老东家，理应带个头。生意不好，前2天我还听管事说南边的绸缎卖疯了，怎么会？我说不好就是不好。怎么，爹您是有什么大笔的银钱去向，非得守着那点月收不可？行，你是当家人，你说减就减，等这饭我是吃不下了。娘子，商行当真难到了如此地步？吃你的饭。小姐，这陈公子，哦不，姑爷这几日出门出的勤了些。听管事说他是去会友了，连着3天了。姑爷都是午后过去，傍晚踩着晚霞回来，点了什么，掌柜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倒是个懂享受的。去的是自家茶楼，掌柜的眼线比谁都毒，由他去吧，只要守着本分，金家还供得起他几盏茶钱。陈公子，这又是要拿出来数一遍才肯睡。钱虽不多，总得数清楚才踏实。算上娘子平日里打赏给的，这匣子里还剩约莫2000两。又在盘算新的服务费，这爱攒钱的性子真是改不了。这账目里少了100两，是我前日托人寄归族中了，还望娘子莫怪。你父母早亡，那几位远房长辈对你有恩，尽些孝心是应当的。陈以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听娘子说商行生意受阻，我这儿攒下的虽只有2000两，但好歹也能给娘子应应急。应应急？你可这商行一个缺口便是万两白银。若是不够，我明日便去联系几位同窗好友，凭着往日的情分，总能借些银钱回来。你要去借钱？往后我的用度还能再减。还有，那琴艺课我不学了也行，省下来都能发工资了。陈公子，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？不仅要把自己攒的私房老本全掏出来，竟还想着要去拉下脸面找同窗借钱贴补我。你这软饭吃的，怕是要亏到姥姥家去了。行了，逗你玩的。刚收到消息，南边压着的那批货款已经到了，家里不缺你这点散碎银子，你自己收好。既然货款到了，那便更好。但这钱既是金家给的，便该由娘子收着。往后不必再单独给我这些。给，这是今晚的。今日便算了。怎么，陈公子这是嫌少，想涨价了？不是，不是嫌少，那是为何？你放心，金家这棵大树还没到倒下的时候，我不缺你这点钱。不是的，娘子，这不是钱的事，不是一回事。不是钱的事，那又是哪回事？你陈公子当初进门时，可是把价码标得清清楚楚，现在倒跟我说起不是一回事了。娘子就当我偶尔也想做一回不图银子的。不图银子，不图钱，那他想图什么？总不能是想图我的心吧？真是荒谬。在这金山眼里谈情，
未免也太奢侈了些。陈隐玉，转过来。陈隐玉，不图银子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到底在图什么？图娘子一个高兴。什么？只要娘子高兴，让在下怎样都行。陈公子这生意经真是越做越花哨，怎么像图财不成，开始换路数图心了？觉得我吃这一套？随你。小姐，这本账你已经翻了半个时辰了，还没核完，是不是最近身子乏了？身子不乏，心里有点堵。是为了商行的生意，还是老爷那边又出什么岔子了？都不是，是因为陈隐玉。姑爷对小姐那是一等一的好，昨儿个还瞧见他在廊下给小姐绣那个坏了的荷包呢。就是这份好出了问题，他看我的眼神不对了，他喜欢我。喜欢小姐不是好事吗？扯上感情，就像这上好的云缎沾了洗不掉的油垢，怎么看怎么碍眼。小姐，您在生意场上杀伐果断，还怕这个？有了感情，便有了顾虑，有了期待，也就有了软肋。他若仗着这份情，在我面前恃宠而骄，索取更多，我是给还是不给？若他因情生妒，想干涉我的决定，我忍还是不忍？真是失策，我早该想到，这般日夜相对，便是养只猫儿也难免生出几分情愫，何况是陈隐玉这么个活生生的人。娘子，纠缠谢谢拉扯，这是最麻烦的生意。小姐，您这7天连商行的账都算错了几笔。做生意最忌讳账目不明，做人也一样。他若只图钱，金家的大门永远朝他开着；可他若想图我的心，那这买卖就得当场清算。可奴婢看姑爷那副样子，倒不像是装出来的。感情是这世上最没用的成本。他若知错不改，今晚便是这桩买卖的终局。记着，待会儿没我的吩咐，谁也不许进来。娘子回来了，外头露水重，可要先喝口热茶暖暖。坐。我们谈谈。娘子请讲。你近来有些不对劲。陈隐玉，你应该是个聪明人。当初进金家的大门，咱们可是说得清清楚楚，银货两地互不亏欠，这才是最干净的买卖。你图财，我图个耳根清净和身心痛快，这样两全其美的事，难道不好吗？为何非要生出那些没用的心思？你要明白，这世间图心是最不划算的买卖。人心易变，我金玉今日兴致来了，或许愿意宠着你，可到了明日，若我厌了，那些情分便是最累赘的垃圾。但银子不同，银子是实实在在的，你只要攥紧了，那就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听我一句劝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拿好你该拿的钱，守好你的本分，别把路给走岔了。娘子这番说完了？说完了。娘子说的极是，图心确实不如要钱来的稳妥。娘子方才说，图心不像图钱，可若是我真喜欢上了娘子，难道不是一笔更划算的买卖吗？划算？往后伺候娘子，在下必定会比拿钱办事时更加尽心尽力，甚至不要钱。不要钱？陈公子，这世上最贵的东西就是白给的。娘子多虑了，这世间男男女女，情之一字最是磨人。从前我也曾冷眼旁观，却没在下现在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？明知这金山银正里容不下真心，却还是偏要往里跳。我若图心，那便是画地为牢，这一辈子我都心甘情愿把绳索递到娘子手里。娘子怕什么呢？我未必想拴着你。不是娘子拴我，是我自己画地为牢。倘若哪天娘子觉得我碍眼了，或是新鲜劲儿过了，腻了，你只需说一声，然后呢？我自己会走，绝不纠缠，绝不给娘子添半点麻烦。娘子不必忧心，我知道金家要的是安分守规矩，而不是个累赘。图心的下场未必比图财好。前头不管是苦海还是金山，既然是我是自己选的路，便绝无自己之路，哪怕最后粉身碎骨，那也与娘子无关。画地成牢，心甘情愿把绳索递到我手里，听起来倒是我这当东家的占尽了便宜。万一呢？他现在说是不要名分不要钱，以后要是仗着这份情生出妄念，今天想刮我的房头，明天想插手商行的账目，那岂不是天大的麻烦？陈隐玉，
陈隐玉，你既然开了这个口，有些话我们必须提前说清楚。情爱本就是世上最麻烦的祸根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会给我添麻烦吗？不会，娘子大可放心。心悦你从头到尾只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即便说破，也只是把它摊到明面上了。入赘契约内容，我一刻也没忘记，该尽的本分，我一丝一毫不会少。话说的永远比做的简单，多少男人恃宠而骄，贪心不足。娘子，我并非懵懂毛头少年，情爱从不是支撑人生的必需品，我绝不会让情爱成为你的累赘。情分归我本分，绝不胁迫娘子分毫。小姐，瞧瞧咱们姑爷，这都快贴到您身上去了。陈公子，这伺候的业务范围是不是又扩大了？只要娘子喜欢，我可以包一辈子。哎呦，陈隐玉，你怎么？你是无事可做了吗？回娘子话，这天底下伺候好娘子，便是陈某头的最大的要紧事。去，我这账目多的要命，你在我这晃悠的我眼晕。去茶楼找你那些同窗好友吃茶听群去，少在这找我亲戚。娘子，我可以不出。不行，立刻去。是，那娘子先忙。耳根子总算清静下。姑爷，您这出门会友才1个时辰，怎么就赶着回来了？娘子，快，你快猜猜，我方才在那茶楼里听见了什么新鲜事儿？瞧你这眉飞色舞的样子，难道是哪位老友中了状元？哪儿啊？是荆轲进士的任命下来了，那位清高自傲的巡安位列3甲。他不是自诩才学满腹吗？难不成没进翰林院？进翰林？他那性子，官场人情世故半分不肯打点，更是不屑与那些俗人为伍。结果呢，圣旨下来，竟把他发配到了穷山恶水之地当县令，远得要命，山高路远，瘴气弥漫，前任县令都被当地环境熬病熬废了。以他的性子，怕是得在那儿天天对着毒虫瘴气谈风。这还不算最难看的，巡安先携手偷情，向同窗借了不少银钱，说好半月闭环，如今众人上门催讨。他那性子，怕是拿不出钱来。那是自然，可他非但不还钱，反倒端起清高醉脸，斥责人家计较同伙，失了读书人的风骨。这不就是耍流氓吗？大街上推搡间闹得鸡飞狗跳，他青衫都被扯烂，场面简直是难看至极。娘子，你是没瞧见，那日书院同窗宴饮，大伙好心邀他同往，他端着清高架子，他言道不屑此等钻营交际，转头却在酸诗里暗讽旁人趋炎附势，旁人疏远他，他反倒故作委屈。他去寻了师长，那是自然。他说自己品性高洁，才遭到众人排挤。他那点子虚伪，我可是见得多了。比起书院旧事，他少时行事更不堪。小姐，那荀公子以前还说过什么更离谱的？他整日将女德挂在嘴边，称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该困于深宅相夫教子。可笑的是，见到操劳家事的夫人，他又满脸嫌恶，避之不及。想必他是嫌对方言语粗鄙，败了他的雅兴吧？那是自然，他这种人心思最为矛盾，既要女子无才，又盼对方能陪他谈诗论文；既要女子安分，又妄想对方生出万种风情。可转头见了料理庶务的夫人，他依旧蹙眉嫌恶，终日困于灶台琐碎，无才无德，言语无味，实非良配。他这人原是这世间既要又要还要的祖宗，既要女子安分守己做深闺秀女，又要女子红袖他乡时才情出众，既要女子洗手做羹汤操持家务，满身油烟也得捧着他那点清高。所以说是非黑白全凭他一张嘴胡说。幸在下只求钱财，只要娘子高兴，在下便没有那么多既要又要。瞧瞧，姑爷这都守了一早晨了，眼睛都快粘在小姐身上了。好是好，就是小姐这几日对账的速度明显慢了，姑爷在那儿一晃悠，小姐就得分神去瞧。这生意上的大事，小姐从不让姑爷插手，可总这么围着小姐端也不是个事儿。总不能真让他在这金府里当一辈子吉祥物。陈隐玉，娘子有何吩咐？是茶凉了，还是肩膀又酸了？府里琐事有管家，商行大计有我。你整日在这晃悠，你想不想回书院？回书院？回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准备明年的春会。你当初结业是因为家中变故，如今金家供得起你。你这副表情是什么意思？陈隐玉，你寒窗苦读10数载，难道心里就没想过考取个功名，堂堂正正的光耀门楣？娘子，你觉得我如今入赘金家，还需要那个吗？纵使入赘，有个官身在，外头那些生意也能清静不少。娘子，在下觉得金榜题名固然是光耀门楣，
但现下更让在下觉得安稳实在。你当初在书院也算是个风云人物，如今进了我金家的门，竟真的把那点圣贤书全忘了。娘子此言差矣，既然吃了金家的饭，自然该守着金家的门，一心一意为金家谋划，伺候好娘子是我的本分，更是头等大事。若还三心二意惦记着往外跑，那岂不是成了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？可你这一肚子的才华，难不成真打算在这金府里一辈子？在下可不觉得。陈以月，抛开我，也抛开金家，我只问你自己，你心里当真半点都不想考？这双手的茧子是长年累月望笔磨出来的，你说你不想考？陈以月，你骗得了我？你骗得了你这双手吗？你想不想堂堂正正的立于那朝堂之上？想不想把你受过的那些白眼通通踩在脚下？娘子，在下入赘金家，本就该……好吧，家里有钱，供得起。考不上，我继续养你。金家不差你这口饭。你若真舍不得，考上了也照样能吃。考上了，往后我出门谈生意，就能理直气壮说我夫君是当朝做官的。你想想，那该是多有面子的一件事。好，既然是为了娘子的面子，我考。这就对了，银子的事儿你不必操心，我已经联系好了书院。小姐，书院到了。去吧，别给金家丢人。这背影倒不像去念书的，像去赴一场硬仗。姑爷出来了。娘子，就到了。看来今儿个没偷懒，这一身的墨味。陈以月，大半夜不睡觉，你搁这烙饼呢？娘子，万一明儿我考不上，那该怎么办？考不上就考不上，金家难道还能短了你这一口嚼头？那万一考上了，官职却留不了京城，非要外放去穷乡僻壤、鸟不拉屎的地方当官了。若真外放了，那咱们俩恐怕得尝尝鸿雁传书的滋味了。不要，我不要什么鸿雁传书。娘子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那你就争点气。好啊，好啊，二甲剧中，刘京稳了。银玉啊，你可真是给咱们金家争了大光了。当初碎嘴子都说姑爷只会吃软饭，如今他可是正儿八经的朝天官老爷。还是小姐有眼光，都是岳父大人栽培，娘子服在。别谦虚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能撑门面的。走，咱们好好合计往后的官运。银玉啊，咱家虽为商贾，也多年广散银钱，昔日资助学子，庶人如今在吏部颇有话语权。你想去六部、翰林院或是其他部门，只管开口，家中出力，保你锦绣前程。倒要看看他有何等雄心抱负。回岳父话，在下对前程并无过高期想，只求事少清闲、薪俸丰厚且离家就近的差事。这个，银玉，你这要求，家中实在没有能力办到。娘子，这是在下头一回领的俸禄。陈以月，你给我这零头干嘛？打赏下人的赏钱我这儿多的是。娘子，这并非零头，这就是全数。成，不容易，实在不。摸手40两。什么？亲嘴100两，铜钱200两。陈公子，如今该换你陈典籍了。官服一上身，私下亲热价码，反倒成倍涨。娘子，并非我贪财，实在官场难处多。官场难混，你翰林院典籍整日整理旧文，十分清闲。差事清闲，人情应酬半点推脱不得。入翰林半月，同僚已轮流设宴招待我3回。所以呢？同僚再三宴请，我若不回请，以后院内难以立足。可那份俸禄，俸禄怎么了？俸禄除去笔墨开销，余下连置办茶水待客都不够。所以陈典籍走投无路，来我这儿打秋风。实在囊中羞涩，娘子若不接济，我只能称病躲宴席。行，陈典籍开了价，我自然照顾你的生意。不过什么？价码翻倍，伺候的本事也得跟着长进些。定不叫娘子失望。下个月的米粮还不知在哪儿。隐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学堂的树根也该交了，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啊？陈老大家底人人清楚，只剩3间破瓦房，收留着半大孩子要管饭，谁愿接手谁拿去。西屋虽漏雨，尚可堆杂物，孩子穿衣开销要算明白。行了，吵什么吵？隐玉，你自个儿说，往后想去谁家？不必了，我只需那3间破房，哪怕是讨饭，也不劳诸位费心。隐玉啊，你这手字考状元都够了，何必天天替人跑腿送货？老板，
这次换不了米，我忙着奔波，只求今晚能吃顿饱饭。听说了吗？金家大小姐金玉要公开招赘婿了。招赘婿？金小姐满身铜臭，脾气骄纵，难相处。但凡正经读书人，谁愿意前去受气？正经读书人，金家乃京城首富，入赘便一生不愁银钱，只是要舍弃读书人的那点微薄尊严。安稳省心，比起挨饿空谈体面，我想入赘金家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与金玉其实见过3面。银玉大喜，金家专项资助，你学资费全免。专项资助，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钱财带来的底气。陈公子，紧着点儿，莫让抄好的书润了墨，那可是你熬几个大夜才换来的铜板。多谢提点，在下省的。金家，我家小姐给的。又是他。京城里出了天大新鲜事儿，金大小姐要招赘婿，要寻样貌周正、恩温顺读书人，入赘便坐拥万贯家财。如今登门求亲，光进门就得备100两银票开路。姑爷日日练琴，是想哄大小姐开心吗？哄娘子舒心是本分，习得技艺是自身前路。姑爷入赘金府，何须再谋求前程？金府门第尊贵，赘婿供小姐消遣解闷，一朝被厌弃，有技艺傍手做琴师方能糊口。这笔烂账你也敢呈报？1200平分文不能少。金小姐，小店眼下资金周转实在困难，商场从无情面，即刻结清，或是断你供货水道。他处事杀伐寡决，远超我的预期。娘子平日里处事都这般干脆强硬。大小姐下笔决断，整条商业街商户缺忌惮3分。今日谈妥大生意，赏你，快尝一口。撑不住了，队长看得头晕脑胀。这般柔软和白日杀伐果断的东家全然两样。南边生意出事，多条水道货物全部被扣。货物被扣，那银钱周转该如何是好？家中周转吃力，资金缺口实在难以填补。金家资金竟已到这般窘迫境地。姑爷这般匆忙，是要去往何处？去清算账目资产。姑爷要清算什么东西？家财再多，衰败只消一夜，破落户惨状我亲眼见过。哟，姑爷今儿个怎么回来的这般急？府里没出什么事。乔姑爷说的，出省事儿。今晚小姐刚才还吩咐了大小厨房备上您最爱吃的八宝鸭，说是给您润润嗓子呢。这里面是2000两。陈隐月，你这是……我知道上行最近不太好，陈某虽微末，也愿与娘子共度难关。共度难关，心意我领了。不过这2000两，你还是自个儿收着吧。这辈子，估计我没机会跟娘子共苦了。那往后，便一直同甘吧。那你想怎么个同甘法？吃娘子的，用娘子的，被娘子养着。